报告，陆军第138团副参谋长申明义奉命递交密码文件。谢谢你，申副参谋长。我代表空军，谢谢陆军兄弟的支持。大卫，我知道你没有心情睡觉，你可不可以睁开眼睛，来认识一下你的空中对手？大卫，难道你就真的不想知道，究竟是谁把你打下来的吗？他现在就在你面前。你好啊，大卫。中国人，我的空中对手不可能是中国人，绝对不可能。他一口咬定是美国人打下了他，我们跟他说了多少遍，他都不信。你来跟他复复盘，看他还倔不倔。我知道，你们横须贺航校的所有的学员都非常自负，但是你知道吗？你刚才在空中完成的这些动作，早在6年前，你们的森川教官已经把它带到了中国，并且亲手传授给了我们。我们有很多人叫森川，你说的是哪一个？就是你们现在海军第1联合队的森川俊雄长官。你是说，森川长官教过你？你还记得吗？你在空中对我穷追不舍的时候，我玩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伊曼门式旋转。是，我很惊讶，中国飞行员怎么可能完成美国专利动作？怎么可能完成的那么纯熟？哼！当我完成伊曼门式之后，我在空中转身的同时，你也完成了一个相应的动作，但是你只做了一半，突然就改变了紧凑式螺旋式俯冲。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改变主意？真的是你啊！真的是你！耻辱！我耻辱！我的耻辱！我居然败在你中国飞行员手里了！耻辱！耻辱！耻辱！他总算相信了，太难得了。大卫，我知道你是日本最优秀的飞行员，驾驶的也是日本最先进的战机。但是你知道吗？我盯你已经不是1天2天了。为了把你迫降下来，我们甚至牺牲了一个好兄弟。是他把你们的编队吸引过去，才使我们俩有1对1较量的机会。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把你所有的油料全部耗干。可我们还是保持了我们日本海军的荣誉，我们也记录了你们的王牌飞行员，空军1号机，中国空军的军神高云天。大卫，恐怕会让你失望啊，大卫，因为高云天根本就不在1号机上。我请你记住另一个飞行员的名字，翟刚，是他驾驶的空军1号机。虽然他不是高云天，但是无论是精神和气概，他都不愧于这架光荣的飞机。你是说，
高云天不在飞机上。找个机会，我让你们见一面。对了，你们的96舰战上面有2个设备，我不知道是什么，告诉我。左边的是海航仪，右边的是夜航仪。使用方法，我必须对照实物才能讲解清楚。好吧，那就等你恢复了以后，我们再见。进来。是。长官，大卫，战俘的生活很清苦，我的一点小意思，希望你在中国能过得愉快。谢谢。撒由那拉。再见。司令官阁下，我刚刚仔细看过了。日本战机采用了不可思议的轻型结构。你看，这架飞机的铝皮，我甚至可以用手撕开。No， 上校 ，stop！ 能完整的把这架96舰战给我逼下来，可以说是战术的胜利，是我们智慧的结晶。上校，千万可别把它给我撕碎了。司令官阁下，我想你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你们的飞机在坚固程度上要比这家伙结实，所以你们飞行员驾驶的飞机，即使是在中弹后起火了，仍然有可能撞下敌机。冲撞战术，我不能鼓励，因为我的飞行员一天一天的在减少。司令官，我真正想说的其实是，日本的工程师们发了疯似的追求飞机的速度和灵活性，而不惜牺牲它的坚固程度。我们要针对96舰战的这一特性，来制定新的应对策略。上校，你概括的非常好。日本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国，正是牺牲了他全部的国民利益，把所有的资源都用在了这架疯狂的战争机器上。相比之下，我们的抵抗虽然捉襟见肘，但从全局长远来看，坚固程度还是有潜力的。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只要我们能顶住他前1、2轮的攻击，我相信就一定拥有胜利的希望。上校，我现在要求你，要尽快的协助我们的机械师，把这架96舰战恢复起来，让它重新上天。作为教学用具，我一定要找到攻击它的办法。是将军。奇了怪了，这个威震八方的山下七郎，怎么看都没有4大天王的神气，好像矮了半截。虎落平阳还是虎，这王八蛋飞行技术太好了。如果他不自傲的话，我根本就赢不了他。你瘦了，仅1天的功夫，又黑又瘦。累了，整整47分钟，双方都把性命压在操纵杆上，不敢有任何的错误，一点错误都会丧命。向前看，洪武路右转，去我们家，尝尝我妈妈包的汤。家？你还有家？瞧你说的，我怎么就不能有家呀？苏州战事吃紧，我爸妈都疏散过来了，就在那边碑亭下。前些天他们和邻居一起
看到你们在空中与日本人作战，敬佩之至，都想见见你本人，对对号呢。我没准备。老人家在大学里教金融的，开通的很，准备什么呀？改天吧，今天太晚了。哎，对了，今天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你看我干什么呀？我只能到1点，1点后还得接班呢。我知道。哪部分的？证件。打扰了，众位。这是空军的车吧？厉害，厉害！打仗厉害，泡妞也厉害。他是什么人？别打听，反正是个鼎鼎有名的人。哎呀，是什么人？快说嘛！你小子嘴快，就不告诉你。哎，哎，怎么说话呢？下来吧，到了。你搞什么名堂？干嘛到这儿来啊？进来不就知道了吗？你干嘛老这么看着我呀？处心积虑呀你！嗨，这少平，你就让他弄得简单点，弄这么奢侈。少平，那个服务团呢？他替你们提供这个服务。少平为人热情，一副热心肠。是够热心肠的。你们连这种事儿都一块合谋。坐吧，坐。既然已经如此，咱别辜负人一片心意。行行行，那我跟你说实话吧，不是少平的意思，是我的意思。你的意思？对。你的什么意思？我早在空中就想好了。空中？当发动机停车以后，飞机只能靠着惯性滑行。当时我就在想，不行，我不能这么就死了。我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男人，我一定要带我自己心爱的女人，去订一间最好的房间。我就是这么想，就这么简单。我没你想的那么高大，我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你千万别生我气啊！当然了。这事儿得你自愿，我不会逼你的。
让我说你什么好？坐吧，你老站着我心慌。不坐，坐下来我心慌。你心慌什么呀？我又不能吃了你。长岭，老实说，我也没那么坚强，我也会控制不住自己。那就别控制了。你了解我吗？你知道我是什么人？这东西还需要怎么了解？你不了解我，和一个你不了解的人，把什么都做了，那样对自己、对他人都不负责。你说呢？我觉得吧，我们都是成年人。自打我离开学校，步入空军，我就自己对自己负责。让我们像成年人一样，好不好？你觉得你是成人吗？那我有可能明天早晨就是了。长岭，别再走下去了，这样已经很好了。能够心心相印，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到的。我很珍惜和你已有的这些，真的。我得走了，1点整，我还得接班。你老像剩女一样，时间久了别人会烦你的。你今天要从这儿出去，别怪以后我再也不理你。别耍小孩子脾气，你已经是成人了。哎，别弄脏了地毯，那是波斯的。为了彻底击垮支那的民众抵抗意志，从今日起，我将增加对支那首都的打击强度。尽管长国大将不愿意调回我支援陆军的飞机，我现存的飞机完全有能力飞满2个架次，这样，实际我飞临南京上空的战斗机就可以突破100架次。此等强度的打击，对城市居民是再恰当不过的。在方圆5公里的城市中心，几分钟之内集中使用200吨的高爆炸弹和燃烧弹，先是爆炸，其后大火蔓延，瘫痪他们的组织秩序，中断他们的城市生活，迫使他的普通居民要求他们的政府尽快的结束痛苦和苦难。
进而要求结束战争。先别跑，听我说两句啊。这个人工房室里边啊，又湿又冷，一定要把东西带齐，多带不怕啊。听见了吗？尤其带孩子的，多准备点东西啊。看看行，你们上去再看看什么没带的，我们等着你们啊。好嘞，好嘞。哎，嫂子，我帮你拿。哎，这个还是我自己拿吧，谁拿我都不放心。啊，筋筋细软吧。什么细软呢？这是他那俄国女人的情书。啊！哎呦，嫂子，你可真棒，够豁达了。哎，楼上的，快点啊！走了，孩子们，来，拿着咱们出发吧，车等着咱们呢啊！来，走，跟我走。把箱子，走了。空军除飞行员之外的所有剩余人员，全部派往城防各处，协助地面防空。政府迁徙办请求我们能够协助组织地方的交通运输，他们急需2吨半的卡车60辆，60辆卡车拿得出来。空军自己的物资运输还是个难题。那就积极看，哪怕挤出10架来。我们空军既然不能在空中有效的御敌，那就在地面安定人心。能安定人心的，只有圣营。有一场扎扎实实的胜利，杀他几千几百个。你以为我不想？我们现在可用来作战的驱逐机还不足6架，我就想不明白。我们有将近50万的军队，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兵，为什么就砍不动他10几万的小鬼子呢？如若现在不能消灭他们，等他们国内的援兵来了，那就更别想了。可不是吗？日军101师团、第9师团和第13师团已经部分到达上海，两边都在增兵。唉，我们的增兵方式有问题啊！一个师打完了，又投入一个师，死守不退。虽然数量远远超过日军，可始终处于被动。大家都看出问题了，为什么伪坐那儿？你不要跟我提什么大家，在我们这里没有大家这个字眼儿，只有伪座，只有伪座这个家长，一切由伪座这个家长来决定，我们大家是不可能替他做出决定的，你懂吗？从现在开始，我们航前指的主要功能，从作战改为防空，减少损失，拯救生命。我们的防空预警网要像火车时刻表那样，精确地给首都居民预报敢于来犯之敌机。是。
是日，参加对南京轰炸的日本飞机超过了100架次，建筑被摧毁，居民遭杀戮，满地苍凉，遍地哀鸣。其悲惨程度，也只有后来的重庆轰炸、德累斯顿轰炸以及东京轰炸超过了它。当日，中国空军仅存的飞机全部上天南京，但并未取得战果。你给慈善总会打一个电话，明天一早我要召集开会。是，夫人。您看看这个，也许您会好受一些。这是今天吗？就是今天，在平型关。的确是雪中送炭。在这么个灾难的时刻，是血雨中的一道彩虹，是彩虹啊！也许我们不得不对共产党的毛泽东另眼相看。报告委座，是我。请委座放心，我抓紧时间修复，最迟在明天白天，南京用以作战的飞机至少可以达到7架。是。什么？山西？是。是委座，我立刻去办。委座，什么意思？他是对东战场失望，还是委座一直在训斥我，说我愧为他的学生？为什么4期林彪能做到的事儿，我们1、2期的做不到呢？
委座还说什么？委座让派5架飞机，明天去山西支援八路军。真不如把剩下的2架也派去。所幸，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好了，你就不要发牢骚了。如果我们陆军的每个师团都能打出一个平型关来，我们也不至于是今天这个局面。派，明天让刘长岭带队，5架飞机1架都不能少，准时出发。是。等等，你去给兰州的毛将军打个电话，问问他，我们的援兵什么时候可以到达？是。哎，刘爷，50机枪弹我给你装了250发。我们担心啊，山西机场那边没有同类口径的弹药补充啊。再装100发，支援八路军地面射击。机枪比炸弹更重要，把所有的航弹都拆下来，换成机枪弹。好。哎，刘爷，你看那边。看什么看？看什么看？那么大岁数没见过女的。哎，我告诉你啊，老李，尤其是6号机，那是高大作队里的独苗，他要是折了，我找你算账。没这么办事的。我们来兰州已经1个月了，这苏贵人到达的时间一拖再拖，现在南京完全丧失了空中防御，我们居然连1架飞机都没看见。1个月都等了，2个小时就等不了了？再等等，人家毕竟是一个飞行团的长途飞行。光中途停靠的飞机场就有11个。报告，副司令官，落了1架卡秋莎。看清楚了没有？到底是几架？就1架。不是一个近卫飞行团吗？怎么就1架呢？巴纳诺夫将军。可算把你老兄给盼来了。你好吗？实在对不起，红色近卫飞行团今晚只能在哈密机场过夜，很遗憾。出事了？我们的1架卡秋莎刚在凉州机场坠落，支援大队队长库尔丘莫夫与3名机组人员全部牺牲。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才刚刚开始啊！凉州机场建立在高原地区，空气密度不够。机场跑道又短，飞机一直滑落到机场尽头，翻了身，起火爆炸。这是怎么搞的嘛？我的红色近卫飞行团有1多半的数量是116，它的降落速度更快，我没办法，只能让他们留在哈密机场。凉州机场的降落条件必须得到改进，否则……彭站长。给我找一下航站长老王。是老王吗？马上以我的名义，给凉州机场陈光明发电报，限他在2天之内
重新整修我凉州机场，加长跑道，确保我苏俄飞行团中途降落。如果再出现这种事故，我送他上军事法庭。巴尔诺夫同志是苏联援华航空团的总政委，也是总领航员。巴尔诺夫同志，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蒋委员长、蒋夫人，对我们苏联红军功勋飞行员库尔丘莫夫以及全机组人员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好，请全体起立。来，全体举起酒杯，干杯！干杯！好了，布拉戈维申斯基同志。是，长官。库尔丘莫夫中校未能完成的任务，由你来接任。你现在是志愿驱逐大队的大队长。是，总政委同志。祝贺你，布拉戈维申斯基。哦，上校你会俄语啊？我们是同行，我也是驱逐机的队长。哦，我顺便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高云天上校。截止到现在，他已创下了击落日寇5架飞机的战绩。如果能得到贵国援助的飞机，我相信我们能做得更好。哦，对了，巴尔诺夫同志，你们是如何打算向我们4大队交付装备？斯大林同志对此有专门的指示。他指出，交付装备的最好方式是双方战斗单位对战斗单位的交接，也就是我们的红色近卫飞行团会带着他们现在所拥有的全部装备飞机，在中国境内降落，再有组织的向你们对口交接，双方的飞行员，然后进行1对1的训练指导，直到你们能够单独飞行作战。这他们想的还非常的细致。斯大林同志认为，这样的交接没有间隙，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战斗力。云天，听出来了吗？这跟我们委座的工作作风是一模一样，事必躬亲，就连芝麻绿豆的事，他都要亲自过问。哎，干杯！勒诺夫。大家请慢用。这样，随意。说。我告诉你，陈光明，不要给我讲任何的价钱。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方式，天黑以前必须给我找到2500名劳工，连夜整修我们凉州机场跑道。没有机械，石碾子有吧？铁锤、钢钎有吧？不管怎么说，天亮以前我必须看到光滑平整的跑道。你是木头脑袋呀，你就不能动动脑筋吗？碎石子不平，灌上泥浆不就平了吗？另外，我再告诉你，时间不可能改变。明天下午，我们红色禁卫军飞行团24架战机将准时的降落在我们凉州机场跑道。如果再出现一些纰漏，别怪我毛某人军法无情。瓦勒诺夫同志，来，端起杯。你的酒量我可是知道的啊，不过一杯是过不了关的啊。
革命战斗友谊。Cheers！ Cheers！